中共的四中全会尘埃落定了，而传说中的军事政变没有发生，好多人都失望了吧？今天我们就从一起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成功军事政变来和你分享一下，要想政变谋得大位，你必须掌控的三大核心是什么？有些事儿必须当天干，隔夜都不行。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3号，抱歉，感冒刚好了50%，迫不及待的和大家录节目，您多担待，声音确实不咋地。但是咱这小节目重要的是说实话。昨天的全会公报大家都看了吗？4天会议下来走的路还是老路。如果你通篇看这个公报，这和前几年有啥区别吗？有啥新意吗？无非是就把过去10几年那些陈词滥调通拢弄出一个大公报糊弄老百姓。所以说你想象中的那种军事政变，张友侠联合元老推翻老习它不可能发生。今天我就跟你聊一期真实的军事政变必须要掌控的三大权力核心是什么？那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抓捕四人帮。大家不要小看这场抓捕它实际上双方的实力是势均力敌的，绝不是以上抓下那么简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政变它为什么一定会发生。那就是呢，老毛在临终前他实际上是反复搞了多次的新常委的名单，最后就把这个应该说一开始他让华国锋领衔接班人嘛，后来又变了，又变成了让自己的太太江青领衔，还把自己的警卫局局长王东兴还有那小密放进了常委名单。这期节目我以前讲过，你可以去翻。正是因为老毛的这种反复无常，让两派，一个是华叶汪，另外一个是四人帮，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那个接班人。所以说他们在老毛死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动，最终就是看谁的实力强了。那四人帮做的啥行动首先要调了一个坦克师进驻北京，而发出这个命令的那就是陈锡联，或说着具体一点那就是毛远新，他原来呢是沈阳军区的头。进京北京军区的人不可靠，自己老部下过来，这是兵力的准备。第二个呢，民间他说上海和北京的民兵组织，这个不归中央军委管，归那个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管。他们手里可是有枪，虽然没炮，但是有棍子，而且人数庞大，这个数量可超过了中央警卫局。他们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随时要准备进中南海维持秩序，保卫四人帮。你看，这是四人帮做的武力的准备，当然他的文宣系统也做好了变天的准备了。那我们再看华叶汪这一方，因为呢，王洪文在老毛死了以后他未经这个政治局讨论通过，他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值班室，这个电话直接在他的办公室，而不是在总理的办公室。这个时候老华就发现如果说再不动手自己就会被边缘化。因为在中共的体系中，你边缘化以后就象征着随时可以把你收拾起来，绝不可能善终的。既然说是你死我活那咱就干吧。实际上筹划都已经接近了3周时间。他呢首先要抓的三大权力之一就是兵权，这个兵权呢又分为3个。最核心的是中央警卫局834部队，他只要抓住王东兴就可以，因为王东兴向来呢和江青不和，这个他就是盟友。
在警卫局之外啊，还有一个强大的武装，就是北京卫戍区。这个部队为什么重要？它的兵力啊，数万人，是警卫局的数倍，而且它有高炮，有直升机，而且啊，卫戍局的部队有个重要的角色，它不是负责国防的，它是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它的敌人是谁？因为啊，北京卫戍区的司令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掉一切未经中央军委主席指示的进入北京地界的军队，无论你是什么番号，它实际上防卫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北京军区的部队。在外围啊，就是北京军区了，包括河北省天津。那现在他要掌握的是谁呢？第一圈已经搞定了警卫局，第二圈啊，北京卫生区的司令吴忠、吴德啊，这俩人啊也都搞定了。再往外围啊，是陈锡联，北京军区司令员，他呢只要不搞事儿就行，不反对我就可以。军权是他拿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权力啊，实际上是刀把子。而华国锋他在担任总理的时候，一直兼任公安部部长，他就没放过。所以说，公安全国系统也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谁要搞事儿就抓谁。第三大权力啊，就是文宣的权利了。在一个体系中，尤其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你让老百姓接受你的洗脑，他们不会看人民日报，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机，它有一个东西叫做广播，这就是强大的文宣系统。给你举个例子吧，在文革那段时间啊，全国老百姓，无论你是工人，你还是农民，每天早上6点钟，村里的大喇叭，工厂里的大喇叭准时播什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开始播音了，实际上就是开始洗脑了，因为你只能听这一个频道。如果说谁能控制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谁就控制了中央的声音，这个是极其重要的第三大权力。那这个权力怎么行使啊？它是有顺序的。首先拿到的是兵权，兵权拿到必须在当天拿到文宣的权利。真正抓捕4人帮是在10月6号晚上8点来钟吧，4个人再加上那小毛，因为他不够格呢，也就毛远新。他们抓完了以后啊，实际上就动用了一个棋子，就是耿彪。在这我说一下啊，在当天晚上抓捕的上午，10月6号上午啊，这个华国锋亲自就让这个耿彪来我的房间聊一聊。去了以后啊，你都能明白为什么耿彪他是个人才，后来还担任副总理呢。耿彪去了以后啊，啥也没说，直接说华总理，那时候还不叫主席呢，叫总理，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这华国锋笑了，说我都没给你布置任务了，你咋知道我要找你办事呢？那个时候啊，这个耿彪就捅破了这窗户纸，华总理，我都听说了，咱要解决4人帮，等于什么？我已经站到你这边来了，你就直接发话吧。后来华国锋说，从现在开始，你回到家里哪儿也不能去，只听我的电话。如果是任何人，即使是我的秘书打电话，你都不要听，必须是我本人的声音。而且啊，我先说话，你听到我的声音以后，你再回话，记住了吗？记住了。好，本来啊是说让他这2天不接电话，实际上当天晚上8点电话就来了，确定是华国锋的声音。现在你必须来我这儿一趟。来了以后啊，他就问解决了吗？叶剑英告诉他已经解决了。为什么是耿彪啊？他当时仅仅是一个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是个文官，他怎么能控制文宣系统呢？这有一条啊，因为他深得叶剑英的信任，而华业汪是这场局的操盘者。在北京军条时期，耿彪很机灵，他就跟着叶剑英自己的老部下知根知底儿，而且更重要的是，
四人帮严厉的迫害过他，关过牛棚，他对江青一伙是恨之入骨，那不用他用谁呢？所以把他招来以后，现在你马上去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怎么去？派了一个魏书区的副司令，俩人啊，一人带着一把上膛的手枪就出发了。坐上吉普车以后呢，耿彪就问咱俩人底下人啊，可能不认识，因为中国的文宣系统负责警卫的，他不是保安，也不是武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尤其是什么魏书区的。说你必须把这个警卫团的团长给我叫来。有人说是师长，不是啊，实际上是个团长。他们3个人带了20个战士，就进入了中央广播电台。去了以后啊，根本就没有直奔局长这屋，他先做的是什么？召集你的部下，让这个警卫团团长负责警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的警卫，现在啊紧急开会，都站好了啊，那可是相当于100多人呢。现在团长亲自宣布，我们啊接受中央的指示，现在最高首长是耿彪。耿彪就讲了，从现在开始，没有我个人签发的通行证，所有的人不许进出，所有外人你不能进来，里边人你也不能出去通风报信儿，等于是完成了一个戒严。等完成了警卫以后啊，他心里就有谱了。这个中央大楼啊，已经是手拿把掐的事了，你警卫都归我管了，一只鸟都飞不出去。所以说呢，他就大摇大摆的进了局长，那时候一把手们叫邓岗，进了办公室，直接拿来华国锋写的条子。有人讲那叫手谕啊，实际上它不叫手谕，它就应该叫什么最高指示。那个原文我大概想了一下呢，就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电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我们派耿彪和另外一同志啊协助你的工作，现在开始你接受他的领导，等于你现在啊上级已经是他了，签字华国锋年月日。这邓岗拿到以后啊没说话，为什么？因为这不符合中共内部的规则，他的顶头上司应该是负责文宣的姚文元，而姚文元没给他通知，你突然以中央名义你命令我，这不符合规则呀。他不说话，他脑子里啊应该在飞速的旋转，到底现在该听谁的？因为啊你迈错一步，有可能接下来就掉脑袋啊。那时候啊耿彪就点了他一下，说你现在是不是要打电话请示一下姚文元？点了他一下吗？这邓岗这脑子飞速旋转，啪，灵机一动，我不打电话，我听你的。这说明什么呀？他可能已经判断出来姚文元这时候已经折进去了，已经失去自由了。这时候你要再打电话，你就是姚文元的人，接下来就要收拾你了。你看关键时候那1秒钟啊，他救了自己。干脆呀，你让你所有的副社长、副总编、科室主任、直播间啊，都到这儿来开会，头头脑脑一共11个人。开会的时候，耿彪就宣布，从现在开始啊，未来的3天3夜，我和你们同吃同住同睡，除了上厕所之外，谁都不能离开这个房子。你吃什么喝什么，我派人给你送来。据他回忆啊，在回忆录讲到，3天3夜还不够，一直多少？一直到了5天5夜，同吃同住啊。他说鞋袜子都没脱，为什么？那是关键的时候。实际上在8点钟以前完成了抓捕四人帮加小毛，10点钟当天就得控制文宣系统，隔夜都不行。那到了第2天啊，大局已定，因为10点钟啊，这个政治局就召开了临时的扩大会议。晚上10点啊，在这个西山军事指挥所，他们秘密的选举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主席。以后啊，开这个代表大会的时候再给追认。你看当天晚上改天换地啊就完成了，不可能再商量。
你看，真正的完成一场政变啊，可能要筹划20多天的时间。有人传说讲的筹划了1年不重要，你就筹划10年，如果这3个权利你抓不住啊，你都是白费的。现在咱们再回过来头来看看别人讲的这个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联合元老，这根本就不沾边嘛，因为他们3个并不掌握枪杆子、刀把子和文宣系统，他能指挥动吗？不可能的。以目前老习的规则啊，如果有人要想玩政变，那极有可能的，那也只能是中办主任这个级别，再加上文宣系统和公安系统，而目前看非常难，他们3个无法拧成一股绳。这就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可能还要走过去10年老路的原因。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大伟观点频道，每天都有更新。现在感冒好了，咱就天天更新了，把昨天的、前天的都给大家补上。另外还有中共党史上2场政变也非常精彩，未来1周吧，我抽个时间和大家聊聊，敬请期待啊！欢迎你打开小铃铛，我这节目一上架，您啪就收到了。咱明天见。